30层高楼外，丧尸如潮叠成蠕动的尸山，越垒越高，直逼楼顶。队员们火力全开，枪口喷出火舌，弹幕之城惊悚无比。冲上来的丧尸刚被消灭，蜥蜴人的丧尸又冲上来，仍难以阻止这恐怖的攀升。顶楼停机坪上，运输直升机引擎嘶吼，旋翼开始狂卷，即将作为最后的希望撤离。我率队一遍扫射，一遍对讲机呼唤队友撤退，冲向机舱。我的妻子白衣张开双臂，死死挡在通往唯一那架运输直升机的舷梯前。再等10分钟，就10分钟，我干哥哥马上就到。他声音尖利，眼神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固执，就为了等他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哥哥潘奇。这是人类抵抗军在该区域组织的最后一次撤离行动，代号火种。丧尸潮正在合围，每拖延1秒，生存的希望就渺茫1分。我们破晓小队浴血奋战才抵达这里，这不仅是生路，更是文明存续的火种。可白衣不管这些，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那个永远需要他照顾，永远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潘奇哥才是最重要的。眼看着远处天际线冒起的滚滚浓烟和隐约传来的嘶吼声越来越近，队员们的情绪已经濒临崩溃。机枪手王猛急得额头青筋暴起，嫂子不能再等了，时潮的前锋最多5分钟就到。队医小雨带着哭腔哀求：依依姐，为了大家，求你让开吧，我们必须走。白依依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厉声反驳：5分钟，5分钟能换1条命，你们就这么冷血吗？潘喜他也是我们的同伴。副队长老张气得脸色铁青，他除了拖后腿还会什么？上次不是因为他乱动物资，我们会损失那么多弹药吗？有人试图上前强行拉开他。谁敢过来？我说了等就必须等，你们这些自私鬼！面对众人惊怒的目光，我陈峰作为破晓小队的队长，缓缓抬起了手。队员们瞬间安静下来，看向我。前世我就是在这里心软妥协了，打晕了白依依，将她带上飞机，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悲剧。最终在我功成名就，研发出可以解决丧尸病毒的药时，站在城楼上准备引领军队反击丧尸时，却被他下药推入丧尸群，含恨而终。他当时站在高墙上的冷笑，我记忆犹新。如果不是你当初不肯多等那一下，潘启哥怎么会死？你欠他的，用命来还。现在我重生了，回到了这个决定命运的岔路口，看着白依依那为了另一个男人而对我，对全体队员刀刃相向的疯狂模样，我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彻底熄灭。既然他这么想和潘启同生共死，那我这次就成全他们。我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与周围紧张氛围格格不入的平静笑容。我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举着刀的白依依。依依说的对，潘启毕竟是我们的自己人，丢下他确实不合适。白依依狐疑地看着我，但眼神中的戒备稍稍放松了些。陈峰，你真这么想？我点了点头，走上前，轻轻压下他持枪的手，语气温和得近乎诡异。当然，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嘛。看着白依依的笑容，我暗道：笑吧，待会你就笑不出来了。我转向队员们，他们脸上写满了不解和焦急。队长，你……陈哥，这太危险了。队长，您清醒一点，就为了白依依一个人，要让我们全队陪葬吗？火力手阿凯双目赤红，几乎要冲上来抓住我的衣领。都给我闭嘴！白依依手中的突击步枪再次喷出火舌，子弹打在众人脚边的水泥地上，溅起一串火星。陈峰已经决定了，必须等到潘启哥，谁再敢多说一句，别怪我不客气。有了我的支持，白依依此刻气势更盛，她像一只护崽的母豹，恶狠狠地扫视着每一个敢露出不满神情的队员。她收起枪，转身紧紧抱住我的手臂，声音瞬间变得柔软甜腻。陈峰，还是你对我最好，我就知道你和这些只顾自己的家伙不一样，你最重情义了。我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温度，嘴角扯出一个看似温和的弧度，轻轻拍了拍他冰凉的手背。潘启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我怎么可能扔下他不管呢？此刻白依依完全被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她根本不知道我早已不是前世那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蠢货。作为掌握了曙光基地最高权限密钥的顶尖网络工程师，我手腕上的微型通讯器直接连接着军区最高指挥部，只要我按下那个按钮，10分钟内隶属基地的装备了重火力的垂直起降运输机就会准时抵达我们头顶。我的小队成员每一个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战术专家、武器大师、顶尖医官。除了白依依和他那个只会拖后腿的哥哥潘启，前世就是因为我那点可笑的感情用事，为了带上毫无价值的白依依，我放弃了专属救援，选择了这条需要挤占公共资源的危险撤离路线，最终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悲剧。这一世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要眼睁睁看着白依依和他那宝贝潘启哥是如何被他们自以为是的深情和自私一步步拖进绝望的深渊，他们的命我要亲手葬送。
见我力排众议，镇住了场面。白依依脸上得意之色更浓，她甚至挑衅地瞪了几个老队员一眼。时间在令人窒息的焦虑中流逝，楼下如同黑色潮水般的丧尸群正在叠着罗汉疯狂往上爬，沉闷的咆哮声越来越近，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死亡的气息。就在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到极限时，一个瘦高的身影终于连滚带爬地出现在停机坪边缘。依依、陈峰，我就知道你们会等我。潘琪跑得丢盔弃甲，上气不接下气，脸上却洋溢着劫后余生的狂喜，仿佛能跑到这里是什么了不起的功绩。白依依长舒一口气，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仿佛所有的等待都值得了。然而，就在这一刻，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从楼下传来，冲天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提前设置的爆炸点被尸潮突破，他们爬上来了。几乎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那架悬停已久的救援直升机驾驶员显然收到了最终指令，舱门开始缓缓关闭，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旋翼加速旋转，卷起漫天尘土。不，等等，我们还有人！有队员试图冲上去，却被直升机刮起的气流逼退。最终，直升机载着几个救下的民众，毫不犹豫地拉升高度，向着远空飞去，留下停机坪上一片死寂，随即是爆发的怒吼：白依依，你个疯婆娘，你他妈把我们都害死了！阿凯第一个咆哮起来，拳头狠狠砸在旁边的废弃油箱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还有那个潘琪，早不来晚不来，你他妈是不是算准了时间来给我们收尸啊？昨晚非要回去拿你那破笔记本电脑，里面是有你祖宗18代的牌位吗？医疗兵小雨也气得口不择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停机坪上顿时骂声四起，绝望和愤怒笼罩了每一个人。潘琪被这阵势吓得面无人色，缩在白依依身后，抱着她那台破电脑，浑身抖得像筛糠。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电脑里有很重要的照片。他结结巴巴的辩解，声音细若蚊蝇，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队员们此刻也纷纷将目光投向我，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和不解。队长，我们一直相信你的判断，可这次你太让我们寒心了。副队长老张声音沙哑，带着沉痛的惋惜。我脸上适时地露出沉重和懊悔的表情，深吸一口气，对大家说道：是我的错，我不该被个人感情影响判断，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大家冷静。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废弃的地下应急掩体，我们先去那里暂避，再从长计议。白依依却挽住惊魂未定的潘琪，不屑地哼了一声：怕什么？有陈峰在，还能让我们死了不成？这次不行就等下次撤离呗，他肯定有办法的。他的话如同火上浇油，队员们看向他的眼神几乎要喷出火来，有的人甚至拿起了枪，仿佛下一刻就要把他一枪爆头。但眼下尸潮逼近，确实不是内讧的时候，得快速离开停机坪。我带领着破晓小队剩余的成员，向着记忆中那个废弃地下应急掩体转移。快跟上，保持队形！我低声喝道，手中的突击步枪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断壁残垣的阴影。队员们虽然疲惫不堪，但求生的本能和长期的训练让他们保持着基本的战术队形。机枪手王猛和火力手阿凯断后，沉重的装备压得他们步履蹒跚，汗水浸透了他们的作战服。队医小雨和副队长老张等人也是全副武装，携带着小队剩余的大部分弹药和珍贵物资。相比之下，白依依和潘琪简直是轻装上阵。白依依只背了一个小巧的背包，手里甚至还搀扶着气喘吁吁的潘琪。潘琪更是离谱，除了怀里死死抱着的那个破笔记本电脑，几乎什么都没拿，跑起来跌跌撞撞，脸色苍白的像纸。潘琪哥，你慢点，小心脚下。白依依的声音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时不时就要停下来等潘琪，或者帮他拍背顺气。你们走慢点，没看到潘琪哥跟不上吗？他身体弱，经不起这么折腾。嫂子，尸潮就在后面，慢一点，大家都得死。死什么死？陈峰不是说了有掩体吗？白依依毫不示弱地瞪回去，随即又看向潘琪怀里那台电脑。白依依眼珠一转，对旁边背着沉重通讯设备的技术兵小刘说道：小刘，你年轻力壮的，帮潘琪哥拿一下电脑怎么了？他抱着跑多累啊！小刘气得脸都红了，刚想反驳，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潘琪倒是顺杆爬，立刻就把电脑往小刘那边递，嘴里还说着：麻烦你了，小刘，这里面的照片真的很重要。小刘咬着牙别过头去，根本不理他。这一幕让队员们对这两人的厌恶更深了一层，但迫于越来越近的尸潮威胁，大家只能把怒火压在心底，拼命赶路。途中遇到了几波零散的丧尸，都被我们迅速解决，但枪声也引来了更多的注意。迂回、躲避、短促交火，短短1公里的路程，我们花了近1个小时才艰难抵达。
当那个伪装成废弃车库入口的掩体大门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快进去！我指挥着队员们迅速进入幽暗向下的通道，最后进入的是王猛和阿凯，他们合力推动那扇沉重的防爆门，门轴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伴随着门外迅速接近的令人牙酸的抓挠和咆哮。几只速度型的丧尸已经扑到了门前，枯瘦的手臂和狰狞的面孔试图从即将闭合的门缝里挤进来。用力！我上前一步，用肩膀顶住门板，所有能腾出手的队员都冲了上来，一起发力。防爆门终于彻底闭合，沉重的落锁声响起，将外界的一切喧嚣与危险暂时隔绝。几乎在门合上的瞬间，外面就传来了密集的撞击声和疯狂的嘶吼，仿佛有无数双手在捶打着最后的屏障。防爆门发出沉闷的巨响，但纹丝不动。门内只有队员们粗重的喘息声。安全了！他妈的，真是倒霉！副队长老张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上，声音沙哑。妈的，总算。阿凯也瘫倒在地，狠狠捶了一下地面。小雨拿出微弱的光源，开始快速检查是否有队员在刚才的奔跑和战斗中受伤。所有人都累瘫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又黑又冷，还有一股霉味。白依依捏着鼻子，嫌弃地打量着这个充满灰尘和金属锈蚀气息的地下空间。陈峰，你就带我们来这种地方避难，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队员们闻言，纷纷投来愤怒的目光。但连日的奔波和刚才关门，耗尽了大伙最后的力气。此刻谁也懒得再跟他争辩，只是那眼神中的恨意丝毫不减。老张闭着眼，胸口起伏，拳头握得紧紧的。王猛别过头，不想再看他一眼。我没有理会白依依的抱怨，示意小雨给大伙分发少量饮用水，自己也靠在一个物资箱上闭目养神。手腕上的微型通讯器屏幕在黑暗中闪烁着微不可察的绿光。就在大家稍微缓过一口气，以为找到了喘息之机时，负责通讯联络的技术兵小刘突然猛地抬起头，他一直在尝试调试那台笨重的军用无线电。队长，有信号，是军区加密频段。小刘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快速记录着信号内容，脸色却越来越白。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向小刘。片刻后，小刘放下耳机，脸上毫无血色。他看着我们，嘴唇哆嗦着，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指挥部最新通告，因最终撤离点确认被尸潮突破，抵抗军已全面撤离该区域，所有幸存者被判定为失联或死亡，放弃救援。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狭小的掩体内炸响。什么？放弃我们了？阿凯猛地站起来，不敢置信地吼道：“不可能，我们还在，我们还活着啊！”王猛的眼睛瞬间红了，小雨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低声啜泣：“怎么会这样？我们坚持了这么久。”老张深吸一口气，试图保持冷静。最后一次撤离机会已经没了，我们被抛弃了，不可能！小刘，你传信号出去，我们还活着呀！老张声音里的绝望不可忽视，气氛一下子降如冰点。3年了，从基地建设培训之处起，我们面对了无数战友的牺牲，好不容易抵达撤离点，却因为那该死的10分钟，最终换来的竟是这样一个被彻底放弃的结局。就在众人被这巨大的绝望打击得几乎崩溃时，白依依却嗤笑一声，打破了凝重的气氛。喂，你们至于吗？一个个哭丧着脸，不就是救援晚点来吗？我们不是有物资吗？看看这些。他指了指我们携带进来的几个箱子，够我们吃一段时间了，等着呗，肯定还会有救援的，大惊小怪。他的话像是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队员们压抑已久的怒火。阿凯第一个爆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白依依，你他妈还有没有良心？要不是你，我们早就坐上飞机了，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你现在说风凉话，就是你和你那个废物哥哥，就是你们两个害的。”小雨也抹着眼泪哭喊，白依依梗着脖子毫不退让。我怎么了？我等潘启哥有错吗？他是我们的同伴，是你们冷血自私，现在被放弃了，就怪我。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平时得罪了上面的人？王猛气得额头青筋暴起，几乎要冲上去。够了！我低沉的声音响起，虽然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让即将失控的场面暂时安静下来。在所有人或绝望、或愤怒、或麻木的目光中，我缓缓站起身，走到了掩体中央，相对空旷一点的地方。然后，在众人疑惑的注视下，我抬起了手腕，操作着那个看似普通的军用通讯器，熟练地输入一长串复杂的密码。通讯器屏幕亮起幽蓝的光，一个特殊的界面展开。我开口，声音平稳，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大家冷静一点，我们还没有被放弃。我刚才已经通过特殊渠道直接联系上了基地最高指挥部，
他们收到了我们的位置信息和存活确认。这话如同在黑暗中投入了一颗火种，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队长，你说的是真的？陈哥，高层真的还会来救我们？我肯定地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一张张重新燃起生机的面孔。是的，我以破晓小队队长的身份，以及我们此前完成的火种预备任务权限，向他们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号。指挥部已经确认，将派遣专属救援单位前来接应我们。专属救援？小雨捂住了嘴，眼泪流得更凶，但这次是喜悦的。王猛狠狠挥了一下拳头。太好了，队长，我就知道你有办法。队员们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询问着细节，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劫后余生的狂喜和对我的绝对信任。白依依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一把拉住旁边同样愣神的潘琪的手，欢欣雀跃地摇晃着。潘琪哥，你听到了吗？陈峰说了会有救援，我们得救了。我就说嘛，有陈峰在，肯定没问题的。潘琪也反应过来，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连连点头。是啊，还是陈峰队长厉害，依依，还是你有眼光。他们两人这副仿佛功劳全在于他们，并且毫无愧疚之心的样子，让刚刚升起希望的队员们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看着白依依和潘琪毫不避讳的亲密姿态，再看看我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夫，几个老队员眼神交流，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不满和疑惑。老张忍不住低声对旁边的王猛说：“嫂子她到底怎么想的？队长才是她未婚夫啊，她该不会早就出轨了吧？”王猛冷哼一声，没有回答，但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白依依似乎感受到了这些目光，却毫不在意，反而搂着潘琪的胳膊更紧了些。看什么看？陈峰都没说什么，你们管得着吗？我和潘琪哥是纯洁的兄妹情谊，陈峰他才不会那么小气呢。说完，他还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我面无表情，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也没有看到队员们投来的带着询问和不解的目光。我只是在心中冷笑，兄妹情谊。前世我就是被这所谓的兄妹情谊蒙蔽了双眼，最终换来的却是背后捅来的刀子和推入狮群的结局。这一世你们就好好表演吧。见我默不作声，似乎默认了白依依的说法，队员们虽然心中愤懑，但也只能把不满强行压下去。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救援，希望重新燃起，掩体内的气氛不再那么死寂。队员们开始按照我的指令清点物资、检查装备，并轮流休息恢复体力。过了一会儿，副队长老张在帮我整理装备时，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手腕上那个刚刚展示过的通讯器。当他的视线落在屏幕角落一个极其微小、几乎难以察觉的特殊符号上时，他的身体猛地一僵。那是最高权限紧急救援申请的标识，而且通常后面会跟着一个数字。老张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不动声色地靠近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问道：“陈峰，你刚才申请的救援名额是多少？”我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回答。老张继续低声道：“我们小队原编制10人，现在多了2个。”他的目光意有所指，地瞟向正在角落里分享最后一点巧克力，言笑晏晏的白依依和潘琪。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正好看到潘琪亲昵地揽着白依依的肩膀，两人头碰着头，不知道在说什么悄悄话，脸上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笑容，与周围其他队员虽然抱有希望，但仍保持警惕的状态格格不入。我收回目光，对老张点了点头，声音平静无波：“是的，我申请了11个名额。”11个？老张愣了一下，眉头紧锁。我们这里有12个人。他的声音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小队精英加上白依依和潘琪，确实是12人。11个名额意味着有1个人要被留下。我看着老张，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轻声道：“放心，老张，队里的兄弟们一个都不会少，都能上去。”老张更疑惑了。但是，我顿了顿，目光再次投向那对仿佛置身事外的兄妹，语气带着一丝玩味：“有人恐怕上不了飞机了。”老张先是没反应过来，随即他看到了我眼中毫不掩饰的冷意，再联想到白依依和潘琪那诡异的亲密，和我刚才说的11个名额，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火石般闪过他的脑海。他猛地看向那两人，又看向我，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但很快震惊化为了了然和一丝复杂。队长，你的意思是？老张的声音干涩，我笑了笑，那笑容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温度。很简单，到时候就看我们白大小姐和她那位潘启哥自己的选择了。11个名额，12个人，他们俩注定只能上去1个。你说，面对唯一的生路，他们是会继续兄妹情深，还是会反目成仇呢？老张倒吸一口凉气，彻底明白了我的意图。他看着不远处对此一无所知，还在互相承诺着同生共死的白依依和潘琪，
眼神里最后一点同情也消失了，只剩下冰冷的漠然。我明白了，队长，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就在这时，我们清晰地听到白依依对潘启保证道：“潘启哥，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让你上飞机。陈峰他不敢不听我的。”潘启则感动地握着他的手：“依依，你对我最好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看着他们，心中冷笑更甚。期待吧，我非常期待。当唯一的生路摆在面前时，你们这副深情款款的面具还能戴多久？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地下掩体中等待救援。我让老张和小雨严格管控物资配给，食物和饮用水虽然还算充足，但必须精打细算，谁也不知道救援具体什么时候会到。队员们都很自觉，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少量压缩饼干和清水，默默忍受着饥饿和干渴，保存体力。然而，白依依和潘启却完全是另一番做派，他们似乎认定救援很快就会来，物资根本不算事儿。白依依把自己的那份水分了一大半给潘启，潘启则嫌压缩饼干难以下咽，吃了2口就扔在一边。白依依见状，竟然跑去向负责分发物资的小雨多要一份，理由是潘启哥身体弱，需要补充营养。当他说完之后，众人顿时都气炸了。小雨气得当场就拒绝了：“白依依，物资是大家的，每个人分量都一样，凭什么他就要多一份？你怎么这么小气？潘启哥是男人，分量大一点怎么了？等救援来了，到时候加倍还给你就是了。”老张也看不下去了，沉声喝道：“这不是还不还的问题，这是原则。”原则？命都快没了还讲原则？白依依不屑地撇嘴，然后扭头看向我，语气带着撒娇和理所当然：“陈峰，你看他们，你就不能说说他们吗？潘启哥都快饿坏了。”在队员们几乎要喷火的目光中，我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开口，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纵容：“好了，依依，少说2句。小雨，下次酌情多给他们一点吧。”这话一出，不仅队员们愣住了，连白依依和潘启都愣了一下。随即白依依脸上露出了胜利和得意的笑容，示威似的瞪了小雨和老张一眼。陈峰，你……阿凯忍不住要开口，被老张用眼神死死按住。队员们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和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这个几乎害死全队的女人和他那个废物干哥哥。等白依依得意洋洋地拿着特批的多一点食物回到潘启身边后，几个核心队员忍不住找到了老张。副队，队长他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被白依依那个女人灌了迷魂汤了？王猛愤愤不平，阿凯也是怒气难平。再这样下去，不等救援来，我们自己就先被这2个废物拖垮了。老张看着群情激愤的队员们，叹了口气，压低声音道：“你们稍安勿躁，队长他有他的考量，相信我，他绝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现在忍耐一下。”队员们虽然依旧满腹疑惑和不满，但对老张长期以来的信任让他们暂时压下了火气。只是掩体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队员们与白依依、潘启之间的矛盾如同暗流涌动，几乎一触即发。白依依则因为我的偏袒而更加有恃无恐，在掩体内几乎横着走，对队员们的冷眼和沉默视而不见，只顾着和潘启窃窃私语。2个人畅想着到达安全区后的好日子。时间在压抑和等待中缓慢流逝。第4天深夜，就在救援预计抵达的前夕，我和老张、阿凯等几个核心队员正在角落里低声商讨接下来的行动计划。白依依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正常的潮红和急切。陈峰，把血清给我。他直接打断我们的会议，伸手到我面前，语气强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我心里一沉，血清怎么会突然要这个？我站起身，眉头紧锁，盯着他。血清？你要血清干什么？难道有人感染了？我的目光迅速扫过在场的每一个队员，白依依立刻否认，但眼神有些闪烁。没有，是潘启哥，他发烧了，浑身滚烫，一定是感染了病毒，快把血清给我，必须马上给他注射。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是涌起的怒火。老张第一个厉声喝道：“白依依，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支血清是什么意义？你不清楚吗？”我看着他，眼神冰冷如刀，一字一句地说道：“白依依，这支血清代号希望，是我们破晓小队连同17名顶尖生物学家在沦陷的实验室用命换来的唯一成功样本。为了它，我们小队在丧尸窝里杀了个7进7出。王教授他们更是拼着最后一口气，才把它交到我手上。它是人类对抗这场灾难可能唯一的火种，它的意义是拯救整个人类文明，不是给你用来治普通发烧的。”队员们也纷纷开口，语气激动。当时实验室爆炸，李博士肠子都被扯出来了，还死死抱着保温箱不放手，
我们为了引开追踪者，差点全军覆没在路上。这血清是无数人的命换来的，绝对不能动。白依依被众人连珠炮似的指责，说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她猛地一跺脚，尖声道：“我不管什么人类希望，关我什么事？我现在只要潘奇哥好好的。他发烧了，很严重。既然这血清能杀死丧尸病毒，那肯定也能治他的病。我不管你们说什么，必须把血清交出来。”他的无理取闹和自私自利彻底激怒了所有人。白依依，你他妈还是不是人？阿凯目眦欲裂，王猛也怒吼道：“为了那个废物，你要毁掉所有人的希望吗？”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白依依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她突然从靴筒里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军用匕首，猛地跨前一步，刀刃直接抵在了我的脖颈大动脉上。都给闭嘴，把血清拿出来，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白依依，你敢？放开队长！队员们又惊又怒，纷纷举起武器，但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我看着近在咫尺的白依依，那张因为疯狂和偏执而扭曲的脸，心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片冰凉的嘲讽和荒谬的可笑。前世我也是这样被她看似柔弱的外表所欺骗，为了她一次次冒险，甚至在她被高级变异体围攻时，不惜以身作饵引开怪物，差点命丧黄泉，后背至今还留着一道狰狞的疤痕。我把我能给的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她，信任她，爱护她，可结果呢？换来的就是此刻，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用刀抵着我的喉咙。我的沉默和冰冷的眼神似乎刺激到了白依依，她手腕用力，刀刃紧贴我的皮肤，厉声道：“快把血清交出来！我数3声，3、2、1。”队员们看着架在我脖子上的刀，又急又气，却无可奈何。老张脸色铁青，咬着牙，最终沉重地闭上了眼睛，对小雨挥了挥手。小雨眼泪直流，万分不情愿地从一个特制的恒温保险箱里取出了那只散发着微弱蓝色荧光、装载着人类最后希望的螺旋玻璃管。白依依一把抢过血清，得意地看了我们一眼，收起匕首，像个胜利者一样转身快步跑向角落里的潘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将那只无比珍贵的血清粗暴地注射进了潘奇的体内。没过多久，潘奇的烧果然退了，他悠悠转醒，脸色也红润了不少。他坐起身，看着周围队员们，恨不得生撕了他的目光。潘奇脸上挤出一个虚弱的、带着歉意的笑容。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谢谢你们救了我，特别是依依，谢谢你。他假惺惺地道着谢，眼神却不敢与任何人对视。队员们冷哼一声，根本没人理他，只有白依依一脸心疼和欣慰地握着他的手。潘奇哥，你没事就好，说什么谢不谢的，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看着白依依那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样子，再看看潘奇那虚伪的表演，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恶心至极。潘奇除了这张会哄人的嘴，还有什么？前世今生，我为白依依付出了那么多，出生入死，却抵不过潘奇几句轻飘飘的甜言蜜语，真是讽刺。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支血清其实并不是最完美的，里面有着人类难以想象的副作用。真正的完美血清，其实在别的地方。天还未亮，掩体上方传来了清晰的、由远及近的直升机旋翼轰鸣声，声音越来越响，最终稳定地悬停在我的头顶上方。救援来了！小刘激动地喊道。所有人瞬间行动起来，快速整理好行装。我通过通讯器确认了身份和接应信号。很快，掩体顶部的隐蔽出口被从外部开启，一道绳梯放了下来。白依依和潘奇反应最快，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冲到了绳梯下面，争先恐后的想要第一个爬上去。潘奇一把推开白依依，让开，我先上。潘奇哥，你……白依依被推得一个趔趄，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这时，2名全副武装、穿着曙光基地标识作战服的救援人员顺着绳梯滑了下来，动作干净利落。其中一人手持电子终端，目光冷峻地扫过我们。核对身份信息，念到名字的依次登记。救援人员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他开始点名：陈峰、张卫国、王猛、阿凯、赵小雨。小队员编制的10名成员名字被一一念到，他们挨个爬上绳梯，登上了垂直起降运输机，没有任何问题。当最后一名队员的名字念完后，救援人员合上了终端。白依依和潘启傻眼了。等等，还有我们呢！白依依急忙喊道，潘启也挤上前。对啊，我们白依依、潘启，名单上是不是漏了？救援人员冷漠地看了他们一眼，再次打开终端扫描了一下，摇头。终端显示，本次救援名单只有10人，没有白依依、潘启的记录。什么？白依依如遭雷击，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潘启也慌了神，猛地扭头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质问。这时，已经登上飞机的队员们也都探出头来，看着下面的情况。白依依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跌跌撞撞地冲到刚刚爬上绳梯的我面前。他一把抓住我的作战服下摆，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尖锐变形。陈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名字？你答应过会带我们走的，你骗我！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他脸上那前所未有的惊慌和绝望，心中没有任何波澜，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我缓缓说道：救援名单是根据曙光基地最高指挥部下达的火种计划核心人员名单确定的。我们破晓小队10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不可或缺的技术专家，是文明重建的火种，所以名单上本来就只有10个名额。白依依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几乎站立不稳。我顿了顿，看着他绝望的眼睛，继续说道：不过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我确实向指挥部极力恳求，陈述了你们的重要性。白依依的眼中又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我接下来的话将他彻底打入冰窟。指挥部最终额外增加了1个名额。我伸出食指比了一个1的手势，但是你们有2个人，所以今天你们俩只能上去1个。只能上去1个？白依依喃喃重复着，仿佛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登机口处的队员们此刻都明白了过来，想起了这几天白依依和潘启的种种作为，以及他们之间那感人肺腑的深情。不少人脸上露出了讥讽和看好戏的神情，甚至有人低声模仿着他们之前的对话。潘启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上飞机。依依，你对我最好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救援人员不耐烦地催促道：快点决定，飞机不能久留，再不上来我们就走了。白依依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看看绳梯，又看看身边同样吓得魂不附体的潘启，眼神挣扎、痛苦、犹豫。对不起，潘启，他的话还没说完，刚才还吓得瑟瑟发抖的潘启眼中猛地闪过一丝狠毒和决绝，他突然一把将挡在身前的白依依狠狠推开。白依依猝不及防，惊叫着摔倒在地。潘启看都没看他一眼，猛地窜向绳梯，一边爬一边朝着救援人员疯狂大喊：带我走，带我走！我是专业的摄影师，我记录了很多珍贵的末世资料，我对基地有用，比他有用。她白依依就是个废物女人，除了拖后腿什么都不会。带我走，我比她有价值。这突如其来的背叛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白依依坐在地上，捂着被擦伤的手臂，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要一辈子对她好的男人，此刻为了活命，竟然如此恶毒地诋毁她，将她弃如敝履。潘启！白依依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尖叫，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如同发疯的母狮般扑向刚刚爬上一半绳梯的潘启，死死抓住他的腿，把他往下拽。你放开我，疯婆子！潘启惊怒交加，拼命踢蹬。你混蛋！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你说过的。白依依一边哭喊一边厮打着他。潘启口不择言的怒骂：我那是骗你的，蠢货，快放开！两人就在绳梯上扭打起来，一个拼命向上，一个死命往下拉，场面极其难看。曾经的深情情谊，在唯一的生路面前碎得如此彻底，如此丑陋。队员们看着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再也忍不住，纷纷出言嘲讽：哟，不是说同生共死吗？怎么抢起来了？潘启，你昨晚不是还说依依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吗？白依依，你的好哥哥好像不打算带你走啊。我看差不多了，再闹下去真要耽误撤离了。于是我对救援人员点了点头，开口道：算了，带上他们吧，毕竟曾经是同伴。救援人员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伸手将扭打在一起的两人强行分开，示意他们都上去。最终白依依和潘启都狼狈不堪地爬上了飞机。机舱内空间宽敞，但队员们自发地挤在一起，空出了离舱门最近的2个位置给他们，没有任何人愿意靠近他们。白依依坐在座位上，头发散乱，衣服也被扯破，脸上还挂着泪痕和淤青，失魂落魄。潘启则缩在另一个角落，抱着膝盖，不敢看任何人。飞机开始拉升，驶离这片绝望之地。过了一会儿，潘启似乎缓过神来，他偷偷瞄着白依依，脸上又换上了那副惯有的带着讨好和愧疚的表情。依依，对不起，我刚才那是权宜之计，我是想先上去，然后再想办法救你，我不是真的想丢下你，你相信我。他小心翼翼地挪到白依依身边，低声道。白依依猛地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潘启继续表演，语气真诚：真的，依依，你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呢？我只是太害怕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潘启的脸上，白依依用尽了全身力气，打得潘启脑袋一偏，脸上瞬间浮现出清晰的五指印。滚！白依依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潘启捂着脸，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很快又被委屈和可怜取代。依依，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我真的是为了我们俩好啊！你看，现在我们不是都上来了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着潘启那副情真意切、委曲求全的样子，白依依眼中的愤怒和恨意竟然一点点消退了。你说的是真的？你不是真的想丢下我？潘启见状，立刻指天发誓：当然是真的。我潘启对天发誓，刚才如果有半句假话，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依依，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我怎么会辜负你？白依依看着他，缓缓点了点头，低声啜泣起来。这一幕让全城围观的队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靠，他信了，他居然信了！阿凯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史前怪物。王猛也是一脸无语。这女人脑子是不是被丧尸啃了？没救了，真的没救了。小雨摇头叹息，连老张都忍不住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我心中也是冷笑，白依依呀，白依依，你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对潘琪的谎言毫无抵抗力。不过没关系，这样也好，我的计划才能继续下去。我本来打算让他们彼此反目，在绝望中互相怨恨，没想到白依依竟然这么痴情。但无所谓，让潘启亲手打破他最后的幻想，或许更残忍。队员们纷纷低声对我说，就不该好心让他们上来。我摆了摆手，没有解释。3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曙光安全基地。与前世记忆中的一样，基地内部等级森严，资源按照贡献度和身份进行分配。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检疫程序后，我们被带到了分配中心。我凭借火种计划核心成员的身份和带回血清数据的功劳，被分配到了一套相对宽敞、设施齐全的军官宿舍。队员们也根据各自的专业等级分配到了不错的住所。轮到分配白依依和潘启时，我提前跟负责分配的后勤人员低声交代了几句。于是他们2人只分到了位于基地外围、环境嘈杂、男女混住的集体板房的一个小隔间，里面只有2张狭窄的床铺，几乎没有私人空间。每天配给的食物也仅仅是最低限度的糊口物资，一片干硬的黑面包和一小杯清水。当白依依看到分配给自己的住处和食物时，当场就炸了。她冲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质问道：陈峰，你什么意思？就让我们住这种地方，吃这种东西？我可是你的未婚妻，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还有，这男女混住像什么话？我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未婚妻，从你用刀抵着我脖子抢走血清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了。至于住处，基地资源紧张，能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不错了。反正你和潘启也分不开，住一起不是正合适。白依依被我的话噎住了，她看着我冰冷的眼神，终于意识到眼前的我似乎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语气瞬间软了下来，带着哭腔开始哀求：陈峰，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当时是太担心潘启哥了，我是一时糊涂，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我只有你了。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别这样对我。他试图来拉我的手，被我毫不留情地甩开。情分？我嗤笑一声，目光锐利。白依依，你跟我讲情分，那你浪费那只血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为他付出生命的科研人员？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拯救千万人的希望？我们的情分，早在你为了潘启，毫不犹豫地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时候，就彻底断了。我看着他瞬间煞白的脸，一字一句地划清界限。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你好自为之。说完，我不再理会他，转身带着队员们离开。白依依愣在原地，看着我和队员们离去的背影。他低头又看了看手里那一片干硬的黑面包，再对比我刚才分配的舒适宿舍，一种巨大的落差和悔恨涌上心头。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好像丢了很重要的东西。潘启这时才凑过来，看着白依依失魂落魄的样子，又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脸上也满是嫌弃，但他还是强忍着安慰道：依依，别难过了，陈峰他变了，他不值得你伤心，你放心，以后有我呢。等我找到了机会，立了功，我们一定能住上更好的地方，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若是以前听到潘启这样的承诺，白依依肯定会感动不已。但此刻听着这空洞的许诺，看着眼前这糟糕的现实，再想起潘启在飞机上的背叛，他心中第一次产生了一丝疑虑和动摇。但他看着潘启真诚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低声道：潘启哥，我相信你。我们在安全基地休整了大约半个月，这期间我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和现有的技术权限，迅速整合资源，重新武装和训练小队，并利用先知先觉协助基地处理了几次不大不小的危机，进一步巩固了地位。白依依和潘启则过得十分窘迫，集体板房环境恶劣，食物匮乏，潘启根本吃不了苦，整天怨天尤人。白依依虽然也后悔，但她似乎仍然对潘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2人在困顿中互相取暖，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不久后，基地指挥部下达了一项新的高优先级任务，所有人目光顿时变得火热。任务是前往距离基地200公里外的一处地下生物研究所，确认并取回真正的完美血清研究数据和样本。那里在末世初期就失去了联系，据说盘踞着大量变异丧尸，异常危险。任务附带高额悬赏，成功带回数据样本的小队，全体成员将享有基地最高规格的物资配给和居住权限。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白依依和潘琪耳中，最高规格的待遇，这对于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住在集体板房的两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诱惑。得到消息后，两人躲在板房的角落里低声密谋：“潘琪哥，这是我们唯一翻身的机会了，只要拿到了那个血清数据，我们就能一步登天，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不用住这种鬼地方了。”潘琪有些激动，但他更多的是害怕。可是那边听说很危险啊，那么多丧尸。怕什么？白依依不以为然。不是有陈峰他们吗？他们小队肯定要去的，我们只要跟着他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凭我对陈峰的了解，只要我们服个软，求求他，他肯定会带上我们的。到时候功劳还不是我们想办法弄到手？潘琪眼睛一亮。对啊，我们可以利用陈峰，让他给我们当保镖，等找到了东西，我们再……嘿嘿。他做了一个抢夺的手势，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没错，就这么办。白依依下定决心，明天我们就去找陈峰。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破晓小队整理好装备，准备出发时，白依依和潘琪果然找上门来了。两人换上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还算干净的旧衣服，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白依依快步走到我面前，语气带着刻意的温柔和歉意：“陈峰，你们是要去执行任务吗？带上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们不好，给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不好？”潘琪也赶紧附和：“是啊，陈峰队长，我们虽然战斗力不行，但我们可以帮忙背物资、放哨，做什么都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而且我以前学过摄影，对建筑结构也比较敏感，说不定能帮上忙。”队员们看着他们这副虚伪的嘴脸，气就不打一处来。阿凯直接嗤笑道：“帮忙，帮倒忙吧，上次的教训还不够。”王猛也冷哼道：“就是带上你们，嫌命长吗？”白依依立刻眼圈一红，委屈地看着我：“陈峰，你看他们，我们是真的想弥补，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保证这次一定听你的话，绝不添乱。”我看着他们，心中冷笑，果然和前世一样，打着利用我的主意来了。也好，正愁没机会收拾你们。在队员们不解的目光中，我沉吟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可以，跟上吧。”陈峰，老张都忍不住想开口劝阻，我抬手制止了他，对他使了个眼色，低声道：“放心，我自有安排，正好缺2个探路的血包。”老张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神复杂的看了白依依和潘琪一眼，不再说话。其他队员虽然不满，但见我态度坚决，也只能忍下这口气。白依依和潘琪见我真的同意了，顿时喜出望外，连忙跟在了队伍后面。登上运输车，白依依故意挤到我旁边的座位坐下，试图和我搭话：“陈峰，这一路辛苦了吧？我看你都瘦了。”他拿出一个小布包，从里面取出一块保存得还算完好的、印着可爱图案的饼干，递到我面前。白依依脸上带着羞涩和期待：“这是我特意省下来的，你尝尝。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这个牌子的饼干了。”我看着那块饼干，心中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前世我就是被他这种小恩小惠和看似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打动。副队长老张坐在我另一边，见状冷冷地提醒道：“队长，小心点。”白依依立刻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委屈地看向老张：“张副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难道还会害陈峰不成？我就是心疼他。”说着，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我没有接那块饼干，只是闭上了眼睛，淡淡道：“不用了，你自己留着吧，抓紧时间休息，前面路还长。”白依依的手僵在半空，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悻悻地收回了饼干，看向老张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一路无话，直升机在天空上飞驰，下面的平原上游荡着大片的丧尸，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一天后，我们抵达了目的地，所有队员都全副武装，一个个用从飞在天空的直升机旋梯飞快着陆。最后两人看着众人矫健的身姿，害怕地扒住飞机不敢下去。我直接一手一个，用绳子帮助他们的腰，用旋梯扔了下去。两人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来，正准备大骂，但是又想到了什么，赶紧跟在了大部队后面。研究所位于一片荒山之中，入口是一个伪装成矿洞的巨大金属门，已经严重损毁，露出后面幽深黑暗的通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臭味，
但奇怪的是，周围异常安静，看不到任何活动的丧尸。保持警惕，交替前进。我下达指令，小队呈战术队形，小心翼翼地进入通道。白依依和潘启紧紧跟在队伍中间，紧张地东张西望。通道内部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破碎的设备和散落的文件，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和巨大的抓痕，显示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正如情报所说，没有遇到任何丧尸。我们按照地图指示，一路向下，来到了位于地下深处的主实验室区域。实验室中央，一个巨大的低温储藏柜赫然在目，柜门紧闭，上面的指示灯竟然还闪烁着微弱的绿光。找到了，就是这里了。技术兵小刘上前检查，低温系统还在部分运行，里面可能有我们要的东西。我示意大家保持警戒，亲自上前输入了从基地获取的备用权限密码。滴的一声轻响，柜门解锁。我缓缓拉开厚重的柜门，一股冰冷的白雾涌出，雾气散尽，可以看到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只蓝色的螺旋玻璃管，以及几个贴着标签的移动硬盘、血清样本和研究数据。就在我伸手准备取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直跟在后面、眼神闪烁不定的潘启突然一个箭步冲了上来。队长，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交给我来保管吧，我保证用生命守护它。他嘴里喊着冠冕堂皇的话，手却飞快地伸向柜子里的血清和数据硬盘。我眼中寒光一闪，但并没有阻止他，反而顺势将东西递到了他手里，同时身体微微一侧，仿佛是被他挤开。潘启一把将血清和数据硬盘抱在怀里，脸上瞬间露出了狂喜和贪婪的神色。他得手了。然而就在他抱住东西的下一秒，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猛地抬起脚，狠狠踹在了旁边墙壁上一个不起眼的红色应急按钮上，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地下空间。与此同时，实验室深处一扇原本紧闭的厚重的隔离闸门露出了后面，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形态各异的变异丧尸，恐怖的咆哮声扑面而来，整个实验室都在震颤。潘启，你他妈干什么？阿凯目眦欲裂，举枪就指向潘启。王猛和其他队员也瞬间反应过来，惊怒交加地怒吼着，枪口纷纷对准了这个叛徒。潘启却已经抱着血清和数据，连滚带爬地退到了实验室一侧的一个高处的金属平台上，那里有一条紧急逃生通道的入口。他站在平台边缘，看着下面被丧尸潮围困的我们，脸上露出了狰狞而得意的笑容。潘启狂笑着，为什么？当然是为了独享功劳，有了这些，我就能在基地一步登天，谁还管你们死活？潘启哥，你救我，带我一起走。白依依直到此刻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看着高处的潘启，发出了绝望的尖叫。潘启低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冰冷，充满了鄙夷和嘲讽。爱你，白依依，别做梦了！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要不是看在你和陈峰的关系，可以利用你接近他，获取情报和资源，我会跟你这种没脑子的蠢货虚与委蛇。你除了拖后腿，还会干什么？安心留下来喂丧尸吧！哈哈哈哈！潘启的真心话狠狠捅进了白依依的心脏，她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用一种彻底崩溃、绝望的眼神看着潘启。混蛋，我杀了你！阿凯怒吼着，对着潘启的方向扣动扳机。子弹打在金属平台上，溅起一串火花，却被厚重的结构挡住。潘启吓得缩了缩脖子，但看到子弹无法威胁到他，又得意起来，转身就钻进了那条逃生通道，消失不见。而此刻，丧尸潮已经涌到了我们面前。战斗，环形防御。我来不及愤怒，立刻下达命令。队员们强忍着对潘启的怒火和对白依依的鄙夷，迅速成防一圈，火力全开。枪声、爆炸声、丧尸的嘶吼声，队员们的怒喝声瞬间充斥了整个实验室。这些变异丧尸速度极快，力量惊人，而且似乎有一定的组织性，从不同方向向我们发起冲击，战斗异常惨烈。白依依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潘启的背叛彻底击垮了，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一只利爪丧尸扑到他面前，他才尖叫一声，下意识的一个翻滚，险之又险地躲过了攻击，动作竟然出乎意料的敏捷。一名队员顺手一枪爆掉了那只丧尸的头。我们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和默契的配合，且战且退，付出了2人轻伤的代价，终于艰难地退到了实验室入口处，用爆炸物暂时封堵了通道，阻断了丧尸的追击。暂时安全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瘫坐在地上失魂落魄的白依依身上。老张大步走过去，没有任何犹豫，狠狠一巴掌扇在了白依依的脸上。老张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颤抖：“蠢货，看看你干的好事儿，看看你维护的是个什么东西！”老张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颤抖：“为了那么个人渣，你害死了多少人？现在满意了？”白依依被打得偏过头去，
脸上瞬间红肿起来，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只是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语无伦次地哀求：“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这样。陈峰，救救我！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只有彻底的冰冷和漠然。我的声音平静的可怕：“白依依，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从撤离点到掩体，再到飞机上，甚至刚才我一次次容忍你、纵容你，不是因为我还在意你，只是想看看你的愚蠢和自私究竟能到什么地步。”我蹲下身，直视着他泪眼婆娑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宣告：“现在我看清楚了，你也该清醒了。潘启从未爱过你，他只是在利用你，而你为了这样一个垃圾，背叛了真正关心你的队友，浪费了人类最后的希望之一。我们之间早就完了。而从你帮着潘启引来了这群丧尸，差点害死所有人的那一刻起，你白依依也彻底失去了作为我队友、作为曙光基地成员的资格。”白依依听着我的话，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眼中最后一点光芒也彻底熄灭，只剩下无边的绝望和死寂。不，陈峰，求求你！他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但我已经站起身，不再看他。清理战场，准备撤离。我对着队员们下令。我们迅速收集了剩余的弹药，处理了伤员的伤口。老张用找到的备用线路，勉强联系上了基地，接应的车队报告了情况，并告知了我们的撤离路线和汇合点。当我们走出研究所，登上前来接一个越野车时，白依依也踉踉跄跄地跟了出来。她脸上带着最后的期盼，看着我们。我坐在副驾驶位上，摇下车窗，最后看了她一眼。白依依，我的声音透过车窗传出，冰冷而决绝。看在最后一点过往的份上，我不杀你，但你好自为之。开车。说完，我对驾驶员点了点头。白依依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尖叫着在后面追赶。不，陈峰，不要丢下我，带我走，求求你！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副队长老张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踉跄追跑的身影，直到他在一个土坡上摔倒，再也爬不起来，彻底消失。他收回目光，看了看我面无表情的侧脸，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队长，你真的放下了？”我看着前方不断延伸的公路，反问道：“老张，你觉得呢？”老张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放下就好，那种女人不值得。”他顿了顿，脸上又浮现出忧色。只是血清和数据被潘启那个混蛋拿走了。他自言自语地担忧着：“要是他能顺利带回去，虽然功劳是他的，但至少对人类幸存者来说，也算是个好消息吧。”听到老张的话，我嘴角微微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没有说话，只是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战术背包侧袋里取出了一个巴掌大小、闪烁着微弱运行指示灯的特制恒温保温箱。我轻轻放在了腿上，拍了拍。就在这时，车辆前方不远处的路边出现了几只游荡的丧尸，他们似乎被引擎声吸引，正缓缓转过身。然而，在那几只丧尸中间，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潘启。他此刻的样子凄惨无比，一条腿似乎受了伤，鲜血淋漓，跑起来一瘸一拐，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扯得破烂不堪。他怀里死死抱着那个装着血清和数据的盒子，正被那几只丧尸围追堵截。他看到我们的车队，如同看到了救星，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一边拼命朝我们挥手，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陈峰，陈队长，救救我，快救救我！”车队缓缓停下，但没有完全靠近。陈峰，救我，不然我就毁了这血清和数据，大家谁也别想得到。没有他，你们回去也没法交代。队员们看到这一幕，又惊又怒，纷纷举枪对准他。阿凯怒吼：“潘启，你个王八蛋，把东西放下！”王猛也红了眼：“你敢毁了血清，老子把你碎尸万段！”潘启状若疯狂，死死抱着盒子，手指按在了一个看似起爆装置的按钮上。来啊，开枪啊！大不了同归于尽，救我，带我回基地，否则谁也别想好过。场面一时僵持不下。我看着他那副穷途末路，还试图威胁我的可笑模样。潘启，你确定你手里的是真的血清和数据吗？潘启脸上的疯狂和得意瞬间凝固了，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又看了看自己怀里抱着的盒子，结结巴巴地说：“你什么意思啊？”我举起手中的小型保温箱，轻轻打开一条缝隙，让他能看到里面静静躺着的、散发着幽蓝光芒的螺旋玻璃管和熟悉的移动硬盘。研究所核心数据库的物理隔离备份，以及最后3只未被污染的原始血清样本，一直就在这里。我的声音清晰无比，
我看着潘启瞬间变得惨白，如同见了鬼一样的脸，继续说道：“至于你怀里抱着的，不过是我提前准备好放在明处吸引注意力的高仿品和无关紧要的废弃实验记录而已。我怎么会蠢到把人类最后的希望交给你这种人呢？”不可能！你骗我！你骗我！潘启彻底崩溃了，他疯狂地撕扯着怀里的盒子，想要验证真假。而就在他心神失守的瞬间，围在他身边的那几只丧尸已经扑到他的身上。啊！救命！陈峰，救我！我把功劳都给你，救我！凄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牙酸的撕咬声和血肉被撕裂的声音。潘启的身体被几只丧尸扑倒在地，瞬间淹没。队员们看着这一幕，先是寂静，随即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欢呼和怒骂。活该！报应！队长，你太神了！原来你早就掉包了。老张也长舒了一口气，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后怕。陈峰，你早就料到他不是个好东西。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合上了手中的保温箱，淡淡道：“清理一下，我回家。”我们顺利回到了基地，带回的完整血清样本和核心研究数据被立刻送往最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进行分析和后续研究。这对于人类理解丧尸病毒，乃至未来研制出真正的疫苗或解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基地最高指挥部对我的能力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鉴于我在火种计划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此次行动的卓越表现，我被破格晋升为基地特别行动部队的指挥官，授上校军衔，负责统领包括破晓小队在内的3支精英战术小队，并直接参与基地高层战略决策。老张、阿凯、王猛、小雨等原破晓小队的成员也因功获得晋升和嘉奖，成为了新组建的特别行动部队的骨干力量。我们拥有了更精良的装备、更高的权限以及更重要的职责。至于白依依和潘启，他们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在基地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没有激起任何涟漪，没有人关心他们的下落，也没有人记得他们曾经的存在。回到曙光基地第3个月，总部指挥中心发来一道紧急通讯，要我在会议室报道，还是红色优先级。我和老张对视一眼，同时抓起外套冲出宿舍。红色优先级自基地建成以来只用过3次。会议室里气氛压抑，我看到正对面的全息投影定图上，整个西南地区被标成了深红色。总指挥林将军50多岁，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他的眼里全是红血丝。西南3号基地已经失联1个月了。最后一条通讯是1个月前发出的内容，只有2个字，大概是磁场。通信断了，我们尝试用了所有备用频段，都没有回应。常规救援队呢？林将军沉重道：“派了2支过去，第1支进去，24小时后就失联了。第2支在沼泽边缘发现了他们车辆和装备，人也不见了。”投影切换成卫星图像，西南基地所在区域被一片白雾笼罩，雾气浓得化不开，就算是大中午，卫星也看不透下面的情况。这白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个多月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薄雾，大家都没有注意，后来不到半个月就扩散到了整个西南地区，不是自然现象，成分还很复杂。情报官放大图像，老张凑近屏幕：“那热信号呢？有没有生命迹象？”情报官叹口气：“没有，就像整个区域都变成了真空。我们半个月前还收到了这个。”回不去，救命！我听着里面的声音，突然心头一凛。林将军关闭投影，继续说道：“这段信号来自西南边缘，发射源不明。陈峰，你的特别行动队是基地最精锐的力量，我想让你带队去西南查明情况。”他顿了顿，语气严肃：“我要你明白，这次任务风险等级最高，进入沼泽区后6个小时内无法建立稳定通讯，你们就得撤退。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失去任何一支精英小队。”我站起身：“我明白。我们需要什么装备？”装备标准物资，30天的口粮，全套防护装备，重型破障工具，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磁场稳定器，没有经过实际测试。那人员呢？人员的话你自己选，不能超过15个人。我给你24小时准备，明天清晨出发。林将军还打算让我们带一个基地的需要物资过去。如果西南基地上有幸存者，这么久的失联，他们的物资说不定已经受到了重创。我们带着物资去，能给对方一份希望。走出会议室，老张点了根烟。老张已经有3年没抽过烟了，烟在末日是奢侈品，这个时候点烟，可见他心情有多不好。陈队，这风险系数太高了。上次这么高的风险系数的任务，去了20个，折了17个，只回来了2个，还是重伤。我看着手中的清单，对他说道：“我知道，但这次不一样，我们有经验，有准备。那西南，我老家就在那儿。末日没来临前，那边就有很多沼泽地，老一辈叫鬼打墙，进去容易，出来难。”老张，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这句安慰实在是单薄。现在是末日的年代，
重建社会秩序比任何以往的年代都要糟糕。我拍了拍老张的肩，我们必须去，那里要是真有什么东西，就得查清楚。我选了12名队员，老张、阿凯、王猛、小雨这些老队员在内，加上5名新补充的精英，爆破专家赵虎，还有电子高手周倩，加上孙磊是著名的野外生存专家，以及4名全能型的年轻战士。凌晨5点，车队整装待发，4辆经过重度改装的越野车，车顶架着重机枪，车厢里塞满了物资，以及后面跟着一辆巨大的装满物资的货车。林将军亲自来送行。陈峰，记住，你们的命比任何数据都重要。遇到无法应对的情况，我允许你们放弃任务。我敬了个礼。明白，你们等我们回来。车队离开基地，天刚亮，阿凯开着车吹了声口哨。队长，听说西南那边有野味，打点回来改善伙食。老张在后座擦拭着他的狙击枪。活着回来再说吧。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说的野味不会有变异啊？吃了小心拉肚子。行程还算顺利，我们向南推进了400公里，晚上在废弃的服务区扎营，轮流守夜。第2天中午就抵达了地图上标注的磐石基地。这座基地建在一座废弃的钢铁厂旧址，10米高围墙布满了铁丝网和瞭望塔。看到我们的车队，塔楼上的哨兵挥动旗帜，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40多岁、国字脸、笑容爽朗的男人带着几个人迎了出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衣服褪色，但整洁笔挺。你们是总部来的兄弟，欢迎欢迎！他大步上前，用力握住我的手。我是磐石基地的负责人赵铁柱。你好，我是陈峰。陈峰上校，早就听过您的大名了。他热情的惊人，身后的几个下属也满脸笑容。我们带了一些物资，给你们卸下一部分。听到这话，赵铁柱他们喜出望外。多谢多谢。他拍着我的肩，力道很大。一路辛苦了，快进来休息。我们这儿条件简陋，但是保证让你们吃顿热乎饭。基地内部比外面规整得多，建筑是老旧厂房改造，但街道干净整洁，还有简单的绿化。一些基地的居民在路边忙碌，看到我们都友善点头。你们这里管理的不错。我观察着周围，基地不大，但井井有条，甚至还有一块黑板报。赵铁柱嘿嘿一笑，都是兄弟们一起努力。我们磐石基地现在有327人，能活到现在，靠的就是8个字：团结互助，共克时艰。他引着我们走向中央的一栋建筑，门口挂着食堂的牌子。去年冬天最难熬，暴雪封山，粮食见底，差点就撑不下去了。多亏了总部送来了一批物资，粮食、药品，还有种子。这份恩情，我们每个人都记着。他声音有些低沉。食堂里摆好了长桌，食物大多是罐头和脱水蔬菜，但在末日，这已经是难得的款待。更让我们惊讶的是，桌子上还放了一小瓶酒，这是我们从旧仓库深处翻出来的粮食酒，存了估计也有20-30年，不舍得喝。今天你们来了，必须尝尝。他给每一个人都倒了一杯，举起自己的杯子。第一杯敬你们，没有你们的支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敬你们。我们举杯回应，气氛很热烈。赵铁柱很健谈，讲起基地这些年的艰辛，滔滔不绝。最难的还是开头那几个月，丧尸围了3次，每次都觉得守不住了。他喝了口酒，身子摇摇摆摆。最惨的一次，围墙破了，20多个兄弟都没了。我老婆她，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他突然有些哽咽。小雨轻声问：“你的家人都没了？”赵铁柱一饮而尽。老婆、闺女、父母，他们就剩我一个了。这些人都是我的家人。他指着远处一桌正在安静吃饭的年轻人，看起来还没成年。最骄傲的就是这些孩子们，我们请了老师，每天上午学文化课，下午学生存技能。就算这样，文明的火种也不能断呀。老赵，你真是有心啊！现在很多基地只顾着上生存，哪里顾得上上学啊？赵铁柱认真地说道。如果连孩子都不学了，咱们和野兽还有什么区别？咱们人类争什么就是争个未来。晚餐吃了2个小时，赵铁柱和几个基地管理人员轮番敬酒，讲了很多他们抗击丧尸的故事，挺有意思的。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说，去年秋天，我们组织人清理了南边的镇子，找到了不少书，很多都没用，但有几套完整的教材，孩子们就只能先用这些。我们现在也学着种植呢，虽然收成不好，但是新鲜蔬菜也有成果了。阿凯低声对我说，队长，这老赵人真不错呀，他们基地管理的还真可以，末日有这份心很难得了。我没说话，微笑着应承。赵铁柱确实豪爽可靠，他的基地管理的非常好，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也许是太完美了。饭后，赵铁柱亲自带我们到了住宿区，是改造过的工人宿舍，简陋、
可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上甚至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虽然都打着补丁，赵铁柱有些抱歉地挠了挠头。条件有限，你们将就一晚，明早再走，晚上赶路也不安全。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赵铁柱一走，队员们就聚集在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们，感觉咋样？老赵人不错，他的基地管理得非常好。王猛说完，小雨也点头。孩子们看起来都挺健康的，末世里很少见了。老张皱着眉，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基地很干净，不是说环境，是说人每个人都很友善，很热情。但这种热情吧，哎呀，老张吧唧了一下嘴。我接话道，是不是有点刻意？阿凯挠头，不至于吧，人家就是好客。行吧，希望是我想多了。今晚咱们都警醒点，武器别离身，轮流守夜。夜里我值第2班岗，站在窗户口可以看到整个基地的轮廓。磐石基地实行严格的宵禁，晚上8点后街道上空无一人，围墙上还有探照灯扫过，哨兵的身影在塔楼隐约可见。可越是如此，我越是不安。末日第3年了，我见过太多幸存者聚集地，哪怕管理最好的基地，也总有矛盾，有抱怨。磐石基地就像是舞台剧一样，每个人都像是演员。凌晨3点，我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很小很奇怪，也许是我太多疑了。第2天一大早，一夜平安，我们准备出发。赵铁柱带着人送来好几箱东西，他把箱子搬上车。这些带着我们自己做的肉干和菜干，还有腌菜，路上吃。不值钱的玩意儿，你们带来这么多物资，我们这些算是特产。我打开箱子看了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真空包装的食物。这些食物大部分都是蔬菜，应该是磐石基地蔬菜基地的产出。品相虽然小，但已经不错了。我推辞道：“这太贵重了，你们基地离总部远，这些留给你们吧。”赵铁柱爽朗地笑着：“哎，跟我们客气啥呀？你们要去西南，路还远着呢，多带点吃的没错。再说了，你们带了这么多物资，对了，你们要是能留下一部分，就送到总部检测一下，看有没有啥问题，给我们发份报告。”他坚持要我们收下，甚至亲自帮忙。基地的很多人也出来送行。车队驶出磐石基地时，我看着赵铁柱在后视镜的身影越来越小。小雨感慨：“好人啊，这世道还能保持这份善良，真挺不容易的。”车队在破败的公路上行驶了大约5公里，我突然叫停。怎么了？小雨问道。我没回答，直接推开车门，走到路边，在一处干枯的杂草旁看到暗红色的痕迹。我蹲下身，用手指抹了抹，粘稠没有干透，是血还是24小时内的？老张也过来了，仔细查看，人血，好像是受伤留下的。血迹断断续续延伸到路边的树林。我们顺着痕迹走了几十米，在一棵粗壮的枯树下发现了很多这样的血，还有拖拽的痕迹。阿凯蹲下检查地面，这里发生过打斗，看这些人的脚印，至少是5个人围着一个。王猛突然压低声音：“队长，脚印的方向是回磐石基地的。”我们都沉默了。远处的磐石基地依然安静祥和。走，掉头。队长，你是怀疑老赵他们？老张脸色凝重，我打断他：“我还不确定，但要回去确认一下。”车队悄无声息地返回磐石基地，在距离磐石基地1公里的地方，我让所有人下车，徒步接近。我们趴在基地外围的土坡上，用望远镜观察。上午10点，昨天来看，现在应该是居民开始1天的工作时间，但静悄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连瞭望塔上都没有哨兵。不对呀！老张低声说。我打了个手势，小队分成3组，从不同的方向切入。我和老张、阿凯一组，从东侧围墙一处不太明显的破损处翻进去。基地安静的可怕，只有风吹过的声音。我们贴着墙壁移动，来到中央食堂附近，窗户里看到人影晃动。我示意阿凯上前看，他蹑手蹑脚凑到床边看了一眼，猛地回头，脸色唰的一下白了。队长里面，他们在。和老张交换眼神，同时探头看向窗外。食堂里长桌的上面摆的不是食物，是人体，残缺的人体。赵铁柱站在桌边，拿着屠宰刀，他脸上没有笑容，而是毛骨悚然的神情。他冷冷的笑：“新鲜的才好吃，昨天那几个跑了，血都浪费在路上。”桌边围坐着10几个人，都是昨晚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居民。他们低着头，正在进食。一个人抬起头，我看到他嘴角沾满鲜血，眼睛泛着红光。他舔了舔嘴唇，满足的叹气。这是一种……我突然意识到，赵铁柱这帮人不是丧尸，确切的可以说，他们是丧尸变异后的一种，保持着丧尸的习惯，却有了意识，破坏性更大。他们有思想，目的就是为了占据人类世界，这也是最近才有的发现。没有想到，在磐石基地，异种会有这么多。就在这时，食堂角落的储物间传来咣当一声，食堂里所有人猛地抬头，
齐刷刷看向声音方向，他们的动作完全不像人类。赵铁柱缓缓转过头，目光看向我们所在的窗户，他的嘴角裂开一个笑容。有客人回来了，撤！我低吼一声，但已经晚了。食堂门被猛地撞开，10几个异种冲了出来，速度很快，完全不是普通丧尸能比，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战士。开火！老张大吼，枪声瞬间打破了基地的安静。这些异种竟然会战术躲避，会利用掩体，还会相互配合掩护。阿凯喊道：“他们咋这么聪明？小心他们在包抄！”赵铁柱从食堂里漫步走出来，不慌不忙。阿凯子弹打在他的胸口，他只是晃了晃，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他歪着头：“陈峰，你为什么要回来？今天早上让你们走，是给你们机会。”我举枪瞄准他的头部。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张开双臂。我们是造物主的进化者，丧尸病毒的完美宿主。我们拥有力量和再生能力，还有速度。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智慧和记忆，这才是未来。他身后的一种发出笑声，让人头皮发麻。那其他人呢？我指着基地的其他建筑。那些孩子呢？都被你们吃了。赵铁柱的笑容消失了。必须牺牲，我们需要鲜血维持力量，就像人类要吃饭。至于孩子嘛，他们的血最干净，能量最高。你个畜生！小雨红着眼骂。战斗彻底爆发，异种的数量远超我们预估。整个基地所谓的300人，竟然100多人是异种。我们被包围了，朝着仓库方向突围。我指挥着，那里空间大，不容易被围死。子弹呼啸，血肉横飞。这些异种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要难缠，他们懂得配合，懂战术。队长，他们的弱点是头部和心脏，必须同时击中，只打一个地方，他们会再生。王猛在战斗中大喊。老张扔出2颗手雷，炸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进仓库，迅速封死大门。我靠在墙上喘息，清点弹药。队长，我们带回来的子弹还剩1/3，手雷只剩了5颗了，外面倒是有。阿凯检查着弹夹，他的手有点颤抖。仓库外异种正在撞击大门，厚重的铁门变形。小雨声音还算镇定，但眼神里都是担忧。队长怎么办？我环视仓库，突然注意到角落里的大桶上面贴着骷髅头和腐蚀性液体的标志。那些是什么？磐石基地原先的成员小陈，他就躲在仓库里。是原来钢厂用的工业酸，负责人说太危险不让动，就放在这儿了。我眼睛一亮。阿凯把酸桶搬到门边，老张炸开桶，其他人找掩体。就在异种即将破门而入时，我们引爆了酸桶，轰一声，腐蚀性的液体喷溅而出，门口的异种发出凄厉的惨叫。强酸腐蚀他们的身体，再生能力在这样的强酸前也失效。趁现在，赶紧冲出去！我们杀出仓库，向基地的大门方向突围。一路上，我看到心碎的场景，在一些建筑的铁窗后，关着真正未被感染的居民，他们骨瘦如柴，眼神空洞，就像牲口一样被圈养着。救救我们！一个男人从铁栏后伸出手，手腕上都是伤痕。我对队员喊：“打开笼子！”我们一边战斗，一边释放出幸存者。这些人一开始很害怕，但是看到我们正在对抗异种，他们也被鼓舞了。忽然，一个女人捡起地上的铁棍，狠狠地砸向异种后脑。我老公被他们吃了，我要报仇！拼了，反正也是死！一个少年尖叫着冲了上去，反抗的火焰彻底蔓延。普通人对异种的恐惧，此刻幻化为了怒火。他们拿起能拿的一切武器，加入了战斗。赵铁柱完全没想到，他这些待宰的羔羊竟然敢造反。杀了他们，全部杀了！他疯狂地指挥着。可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100多个异种中，真正有战斗力的不到50，其他的就想回来。我们现在就拥有了200多个愤怒的，没有任何后怕的幸存者。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惨烈无比。当最后一个异种倒下时，基地的广场血流成河。赵铁柱被我们逼到了墙角，他身上满是伤口，却在缓慢的愈合。左臂被酸液腐蚀的露出了骨头，右眼也被打爆了。他嘶吼着：“你们这些混蛋，你们阻止了人类进化的唯一方向。”进化成你这样的畜生吗？我们不需要。我举枪瞄准了他的头部。等等！一个幸存者冲出来，是个17、18岁的少年，瘦的只剩下骨架了。他颤抖着手：“让我来！他吃了我妹妹，当着我的面吃的。”少年捡起地上的钢筋，用尽全身力气砸向赵铁柱的头，直到那具身体不再动弹，不再愈合。少年扔下钢筋，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痛哭。我们在磐石基地停留了3天，帮助幸存者掩埋死者。清理场地幸存者有217人，一个个都骨瘦如柴，长期营养不良。小雨带着医疗组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疗伤口。我们选了新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在反抗中最先反应过来，同时也是最出力的一个。他叫李敏，李敏红着眼。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我们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我看着他和身后的幸存者，虽然他们还很虚，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建立起新的秩序。我把车上卸下的物资分出一半，这些物资留给你们，我们会通知附近的基地派人来支援你们。磐石基地的名字可以保留，里面的东西要换一换。黎明点了点头。我们会建立一个真正的人类基地。离开时，这帮幸存者们站在门口送行。那个少年突然跑过来，他的声音很哑。这个皮质的封面笔记本是我从赵体柱房间里找到的，藏在地板下面，可能对你们有用。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前几页还正常记录着基地的日常管理，但从中间开始，字迹就变得有些诡异了，内容更是令人害怕。第3天了，我开始渴望鲜血。第7天，我听到他们的心跳。第15天，我吃了一个人。西南源头，10年必须回去，这是最后1次。只有一句话被反复书写。我合上了笔记本，看向西南方向。车队再次离开磐石境，环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植被越来越稀疏，土地呈现出病态的灰褐色，空气中弥漫着说不清的异味。第3天下午，我们抵达了西南地区沼泽区的边缘，眼前的情景让人害怕，望不到边的白雾浓得化不开，而且雾气边缘像被刀切过一样。就是这儿，西南基地就在中心，直线距离有120公里。我举起望远镜，什么也看不见。周倩盯着仪器，磁场异常，指南针已经完全失灵了，无线电只有杂音。队长，稳定器要不要启动？启动。周倩从车上搬下一个银色的箱子，里面是从总部带来的稳定器。按下开关，设备就发出了轰鸣声。稳定器已经激活了，范围只能覆盖50米，能量持续时间是72小时，之后就需要1天的时间冷却和充能。如果72小时我们找不到目标，那就不用找了。我们留下2名队员看守车辆和大部分物资，剩下10人轻装上阵，携带了必要的装备和7天的口粮。每个人身上都背着绳索，防止在白雾中走散。记住，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要单独行动。如果走散了，就在原地等待救援，知道吗？知道了。一脚踏入白雾，世界就像变了样，能见度不足5米，光线昏暗的像晚上，气温也骤降，寒意传来，脚下的地面不知道是什么。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一只脚能陷进半只。保持队形，慢速前进。我们在白雾中行驶了大概3个小时，一无所获，没有丧尸，没有活人。很安静，不对劲啊！阿凯突然道：“我们20分钟前就路过这棵树。”这是一棵扭曲的树，树干上有明显的痕迹。确实，我记得我见过。鬼打墙了！小雨声音透着紧张。周倩调整设备，可能是磁场干扰导致方向感错乱，稳定器在正常工作。但这里的磁场有点怪，我们换个方向。继续走1个小时后，前方出现了相对干燥的高地，破败的建筑立在白雾中。原地休息10分钟。我看了看时间，下午3点，天色已经很暗。队员刚坐下，雾中就传来奇怪的声音，越来越近。6个人衣衫褴褛，瘦得能看到骨头的轮廓。为首的是50多岁的男人，脸上布满了皱纹和伤疤，手里握着一根木棍。他们看到我们，先是惊恐的后退，然后又很疑惑。你们是活人？男人声音很沙哑。我上前一步，我们是官方救援队的，来自曙光基地。你们是西南基地的幸存者吗？官方。男人愣了，身后几个人也是面面相觑。他们突然笑了。官方还在？你们是说官方还在？这笑声让人毛骨悚然。大叔，官方当然在了，一直在组织救援和重建。丧尸爆发3年，我们从来没有放弃。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盯着我们，眼神从疯狂到困惑。他喃喃自语：“3年？你是说3年？”他撩开头发，露出一道狰狞的伤疤。这刀疤是第7年冬天留下的，我和那帮人抢罐头，差点死了。他指着身后一个独眼的女人。阿娟的眼睛是第5年被抓瞎的，老李的腿第8年摔断了，没药治，长歪了。他摸了摸身边一个小孩的头。小豆子他爸妈都死在第6年，现在是第10年，第10年的秋天了。我们都愣住了。小雨轻声的提醒：“大叔，你记错了吧？确实是3年，我记得很清楚。”男人看着小雨，又看看我们，突然蹲下身，用手在泥地上划拉。不对，不对，你们难道是10年前？什么？基地建设于10年前的秋天，那时候没有什么丧尸，只有一些奇怪的人。我们是第1批建设者，后来白雾来了，没有出去过。他站起来指着白雾，在这里时间好像不对劲，有时你过了几天，一看日历过去几个月，有时过了几年，其实才几周。算了，我们分不清了，像疯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男人苦笑着：“
这里是西南基地，进来的人很少能出去，就算出去，他们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他顿了顿，看着我们的装备和武器。你们真是官方派来的，不是我的幻觉。千真万确。我出示了证件和徽章，剩下的人全部跪下来，身体颤抖，哭着说道：“10年了，终于等到了。”我们给这些人分发了食物和水，他们狼吞虎咽，吃相令人心酸。那个叫老吴的男人边吃边告诉我们更多细节。这片沼泽地的时间流速和外界不一样，他们困在这儿没有了时间参照。有人尝试记录，但记着记着就混乱了。老吴压低声音，眼神里面充满了恐惧。最可怕的就是那些雾鬼，长得像人一样，动作很快，被他们抓走的人再也没回来。我们猜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正说着，那个叫小豆子的小孩突然咳嗽起来，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小豆子犯病了，老毛病，一换气就严重，去年差点没挺过来。小雨赶紧过去检查，脸色凝重。是肺炎很严重，已经发展成慢性，需要抗生素和持续性治疗。我让小雨注射抗生素，又给小豆子服用了退烧药。小豆子很快就睡了。阿娟握着小雨的手，谢谢你们。小豆子是我姐姐的孩子，姐姐姐夫已经没了，要是小豆子也没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没事，他会好起来的。我们带的药足够多，坚持治疗1周就能控制住。老吴看着这一切，他终于放松了警惕，抹了一把脸，站起身。要是你们不嫌弃，我们有个临时的营地，离这儿不远，破蛋总比这强。你们一块儿去休息一下。我们交换了眼神，点点头。带路吧。老吴的营地在沼泽深处的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是天然的洞口，很隐蔽，大约有30几个人住在里面，条件相当的简陋。看到老吴带回来的食物和药品，所有人都涌出来。得知我们是救援队时，山洞里爆发出压抑的哭声。10年了，官方没忘记，我们有救了，终于有救了。我看着这些在末日里挣扎了10年的人们，心里很不舒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了一个看起来还比较清醒的老人，老人叹了口气，开始讲述。西南基地曾是最大的避难所之一，巅峰时期容纳了10万人，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农业生产，还有小型的工业厂。可7年前，老人眯着眼睛，基地里发生了一种怪病，患者眼睛变红，对鲜血疯狂渴望，开始只是咬伤人，后来就吃人了。和磐石基地一样，但时间对不上。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西南基地这些事情发生在7年前，可外界为什么才过去3年呢？我有些不解。老人继续说，管理层是最先感染的，他们把我们这些人圈养起来了，像畜生一样，每天选几个人就带走。后来呢？后来集体发生了分裂，感染者他们自称进化者，说要离开基地去建立新秩序，另一部分人想留下来把基地当猎场。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我们趁乱逃了100多人，现在只剩这些了。他顿了顿，后来这些感染者们都消失了，全都消失了。我更是不解了，整个西南基地现在已经没有丧尸和感染者了，而且基地还有一个年轻人能治病，是我们这里的神父。神父？老人点头。大家都这么叫他，他把手放在伤口上，伤口就会愈合。发烧的人，他一碰烧就退了。他在哪儿？我追问道。沼泽更深处有一个营地，他就在那儿。他行踪不定，身边有很多人，每天想求他的人很多，想要见他一面很难的。我和老张商量后，决定明天就去找这位神父。如果他真能治愈伤病，说不定还真有点特别。不过老张觉得这家伙估计是个坑蒙拐骗的骗子。第2天一早，我们留下部分队员保护营地，我带着老张、阿凯和小雨前往沼泽深处，雾气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3米。中午时分，前方出现了一座建筑，是一个破败的学校，木质结构都已经腐朽了。我们谨慎地靠近，在门口却听到了打呼声，推开门就看到一个光头的胖子，躺在长椅上睡得很香。他穿着破旧的长袍，长袍明显不合身，怀里面还抱着一个空罐头，嘴角还流着口水。哎，请问？阿凯出声，光头胖子猛地坐起来，眼睛还没睁开就喊：我没偷吃，这是他们塞给我的，我就闻一闻。他睁开眼看向我们，愣住了。他揉了揉眼睛，用力地眨了眨，随后警惕地向后退了一步。你们是谁？幸存者？不对，你们咋还有这东西？这是枪。我们是官方救援队，我们从总部来的。光头胖子嘴张成了 O 型，下巴都快掉到胸口了。3秒后，他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哭声。你们是官方救援队，10年了，你们终于来了！他扑过来想抱我们，老张敏捷地侧身躲开，胖子扑了个空，摔在地上，哭得更伤心了。我就知道官方没忘记我们。10年，外面才过去3年。老张无语道：
3年，你们是坐时光机来的呀？光头胖子哭哭啼啼，我把他扶起来，看模样他大概27、8岁，圆脸，他这双眼睛很清澈，和末日里的人不一样。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他们叫你神父？我叫刘光明，我原来就是个程序员，我写代码的。末日爆发的时候，我在西南旅游，躲过了第一波，后来我就被咬了。他卷起袖子，左手臂上有一圈清晰的咬痕。本来我以为我死定了，结果睡了一觉没事儿，不仅没事儿，我还发现自己能治病，把手放在别人伤口，伤口就会好，但特别累，每次治完病就像跑了马拉松，我必须吃双份的口粮。他们非要叫我神父，还让我住在这儿，我只想回家，我想吃火锅，我想吃麻辣的火锅，我要洗澡，我要睡软乎乎的床，可这破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们面面相觑，面前这个哭哭啼啼的胖子就是传说中的神父。你能不能展示一下？刘光明犹豫了一下，小雨这时候走过来，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口子，鲜血涌出来。刘光明愣了一下，他把手覆盖在小雨的伤口上，看好了。几秒钟，微弱的光从他掌心发出，小雨胳膊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最后只剩下一道白痕。看到了吗？他有气无力地坐下，额头鼓鼓冒汗。每次这样结束，我就饿得心慌。这些人自己都吃不饱，还省下口粮给我。唉，我压力好大呀。我想起燕教授的理论，少数特殊感染者被感染后不会变成丧尸，反而会发展成异能。刘光明或许就是那个特殊的人。你得跟我们走，我们那里有充足的食物和热水。刘光明眼睛瞬间亮了。管饭，能洗澡，还有床睡，不是这种破凳子拼成的床，是真床，什么都有。他跳起来，那还等什么？走走走，咱们现在就走。我在这儿啥都没有，就一个背包。他的行李简单，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还有一本翻烂的末世生存指南，还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扣子。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收集的，没事的时候只能数扣子玩，防止自己疯掉。你看，这有个衬衫扣、大衣扣，还有可爱的卡通扣。”阿凯忍不住笑了：“神父，你真的是神父吗？”哎呦，你们可以千万别叫我神父，叫我小刘就行。我就是个倒霉的程序员，不小心变成了异能者，你们知道吗？有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是漫画主角，结果等了10年也没等到有人来接我。回营地的路上，刘光明像个春游的小学生，兴奋得不得了。基地有电吗？能不能上网？能不能看看我硬盘里的动画片？有没有电影院？我已经10年没有看过电影了。火锅真的有火锅，不是罐头乱炖的吧？我想吃有毛肚、有黄喉的火锅，蘸料必须要香油蒜泥。老张无奈摇头，对我说：“这小子真的能治病吗？”像是要证明自己。刘光明突然停下来，等等，那边有东西。几乎同时，老张也举起手。安静，白雾里有东西，再移动不止一个，速度很快。快跑，他们来了！但我没有跑，我想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白雾中走出来几个人影，他们有着人类的轮廓，皮肤灰白，眼睛全黑。开火！子弹打在他们身上，穿透，他们确实受到伤害。弱点是头部，集中火力。一番激战，5个雾鬼被消灭，他们死后身体化为黑色的液体，只留下灰烟。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问刘光明，他脸色苍白。大概是3年前，我不知道。沼泽里原来只有普通丧尸，后来雾越来越浓，这些东西就出现了。他们不吃人，但是会把人拖走，再也没人见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我收集了一些黑色液体的样本，直觉告诉我这些东西和西南地区时空异常有关。回到营地后，我们带刘光明准备回总部，幸存者们没有阻拦。神父该走了，老吴说，他为我们做了太多，该去过好日子了。可是您的身体，一个老人担心道。每次，刘光明拍了拍胸口，放心，跟着官方走，吃香喝辣，安顿好后，我争取让他们派救援队来接你们。离开时，整个营地都来送行。刘光明抹眼泪，挥手，直到营地消失在白雾中。我一定会回来的。他转头，一脸谄媚地盯着我。陈队长，咱们基地真的有火锅吧？我忍不住笑了。有，我保证。回程路比来时更艰难，雾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第3天下午，我们即将走出沼泽时，枪声响了，第一发子弹打在我脚边，我们进行反击。9点钟好像，6个人交火，持续了10分钟。袭击者很专业，他们战术有点隐露。我检查了袭击者的尸，2个是男性，30多岁，装备精良。他们是进化者。刘光明颤抖着说：“我见过他们是来抓我的，他们要抓我。为什么要抓你？因为我的血。有一次不小心割伤了手，血滴在地上，一个感染者舔了它，好像就变成正常人了。”什么？我们几人惊讶，再三确认刘光明没有说谎。我捏着刘光明的肩膀，也能理解他没第一时间汇报，毕竟这事儿事关重大。如果刘光明真的有治愈感染者的能力，他的价值就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了。第7天，我们终于走出了沼泽，回到了原先停车的地方，但是留守的队员不见了，车辆也被破坏了。阿凯检查着地面，
他们被袭击了。在附近搜索后，终于找到了其中一名队员，活着，受了重伤，腹部有一个可怕的伤口。是一种。这名队员抓住我的手。他们穿着军装，抢走了1半物资，说是给神父的见面礼。多少人？往哪个方向去了？队员指向东方，昏了过去。简单给他处理了伤口。我们决定返回总部，不仅伤员需要治疗，刘光明也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车队在荒野中疾驰，刘光明看着外面的废墟。陈队长，你说这个世界还能回到从前吗？我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回到总部已经是7天后的深夜，总部大楼灯火通明，林将军亲自在门口迎接。陈峰，你辛苦了。他看到我们带回的刘光明，眼睛亮了。回来之前，我已经发过消息，通报过刘光明的具体情况。林将军对刘光明很了解，是那位治愈者。刘光明紧张地躲在我身后，小声地对我说：“陈队长，他们不会把我欺骗研究了吧？”放心，你是有功之臣，可不是实验品。刘光明的担心不无道理。他被带进医疗中心做全面检查，一群白大褂围着他，抽血、扫描、测试一轮，吓得他脸色发白。我就知道会这样。哎，他一边抽血一边哀嚎。超能力者最后都会被关起来研究，我还没吃火锅呢。燕教授听到这个话，忍不住笑了。小伙子，我们可不是坏蛋，你的能力可以救1000万人，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刘光明的血液有一种特殊的抗体，能中和丧尸病毒。他的细胞的生长速度是常人的10倍，新陈代谢率却只有1半，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需要大量的食物。燕教授指着报告，使用异能时，细胞会大量消耗能量，但他平时消耗的很少。这大概是一种节能模式吧。刘光明听完解释，松了口气。所以我不是怪物喽。你是希望。燕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人类文明的希望。基地给刘光明安排了最好的待遇，独立的套房，全天候的热水，无限量食物供应。第一天他就吃了8顿饭，睡了14个小时。天堂啊！刘光明舒服地说道。这床这辈子太舒服了。嘿嘿。我作为刘光明的安全负责人，看着他从床头滚到床尾，叹了口气。早点睡吧，别把床给压塌了。他这才老实下来。在基地待了3天后，刘光明就主动提出来：基地有没有伤员？我可以治疗的。医疗中心有几个在任务中受伤的队员，刘光明一个个治疗，每天累得满头大汗。他笑得却挺开心。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半个月后，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燕教授把我叫到实验室，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但神采奕奕。陈峰，我们从刘光明的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抗体蛋白，初步实验测试，它能完全抑制病毒在培养皿中的复制。这意味着什么？我紧张地问。意味着我们可能研制出疫苗或者治愈办法。燕教授的声音抖了抖。3年了，终于看到希望了。他给我看实验记录，被感染的小白鼠在注射抗体后，病毒载量在24小时内下降了90%，而且小白鼠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有一个问题，燕教授皱眉，抗体在体外只能存活几个小时，但刘光明体内却能持续产生，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找到办法，要么大规模培养抗体，要么找出它产生抗体的原因，复制它。我接话道。所以我需要很多时间、样本还有研究。陈峰，刘光明必须安全，你知道他的价值很重要。我点点头。就在这时，刺耳的警报响彻整个基地。蔬菜种植园发生袭击事件，有人员伤亡。重复，蔬菜种植园发生袭击事件。我心猛地一沉。今天早上，刘光明说想去看看蔬菜种植园，说想看绿色植物。我派了2名最得力的队员陪他。什么时候的事？我对着对讲机吼。10分钟前，袭击者身份不明，现场混乱。我冲出门，老张和阿凯等在楼下。赶到种植园时，现场狼藉，2名队员倒在血泊中，一死一伤。刘光明不见了。搜索整个区域。我吼着，在种植园边缘找到了刘光明。他靠在果树下，腹部有很深的刀伤，鲜血浸透了衣服。陈队长，他虚弱地说：“是个男人，穿着白大褂，他抓我。”说我的血能完成他们的进化。别说话。我按着他的伤口。小雨，医疗包。刘光明却抓住我的手。试试。他把颤抖的手放在伤口上，闭上眼睛，伤口出血减缓，但没有完全愈合。不行了。他苦笑。今儿早上治了3个伤员，没吃饱。我们迅速把他送到医疗中心，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刀伤再深1厘米就伤到内脏。刘光明昏迷了，他失血太多了。基地进入了1级戒备，
总部基地是最严密的基地，安保系统竟然有漏洞。林将军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我全权负责。我们排查所有人员，检查每一处安保设施，审查3个月内的所有进出记录。有一天，我在刘光明的病房外遇到了一个人，我的老师，生物学教授李振国老师。我有些意外。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李振国是基地元老，末日前就是著名的病毒学家。这3年，他一直在研究丧尸病毒，是燕教授的主要合作者。听说治愈者受伤了，我来看看。李振国推了推眼镜，他情况怎么样？稳定了，还得休养。李振国点头，没有进病房，转身离开。我看着李振国的身影，心里很慌，但我很快否定了我心中的想法。李振国是我的恩师，是基地的支柱，不可能，不可能。可怀疑一旦产生，就会生根发芽。我开始暗中调查李振国的行踪。3天后，技术部门截获了加密通讯，来自基地内部，破译需要时间，但发送时间很明显是刘光明遇袭前1个小时。我带着证据去找林将军，他听完汇报，脸色凝重。陈峰，你知道指控李教授意味着什么吗？他是基地的元老。我知道，所以我要确切的证据。我们设了一个局，放出了假消息。刘光明血液样本发现关键物质转移到高级实验室。当晚，我藏在实验室的通风管道。凌晨2点，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走向存放样本的冷藏库。是李振国。他打开柜子，取出假样本，装进随身携带的冷藏箱。就在他转身离开时，灯亮了。我跳下通风管，枪口对准他。老师，为什么？陈峰，你长大了。老师回答我。他叹了口气，放下冷藏箱。他用指甲划破手臂，伤口没有流血，渗透出黑色的液体。你……我后退一步。我是感染者。李振国平静地说。半年前实验事故，我没有完全变异，保留了一部分理智，或者说，我身体内有2个意识在争夺我。他撩起袖子，手臂上都是咬痕和抓痕。每当那个意识占上风，我就把自己锁起来。可最近他越来越强了。他苦笑着。那天袭击刘光明的人是我，不是他。我看到报告说他的血液能治愈感染者，他害怕了。所以你为什么不报告？我痛心疾首。我可以帮你的。李振国抖了抖。陈峰，你不懂，这不是病，是进化。他一步步走向我。杀了我，趁我还控制得住。不一定有办法。没时间了。他突然跪倒在地上，身体剧烈颤抖。他要出来了，快！就在这时，他的嘴角裂开一个非人的笑容，一个怪物占据了他的身体。陈峰，求你了！我闭上眼睛，扣动扳机，枪声在实验室里回荡。李振国去世后，林将军安慰我，并让我亲自整理李振国的遗物。在他宿舍里，我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前半部分是详细的实验记录，从中间开始，字迹开始变得狂乱。上面写着：第47天，我能听到他的声音；第63天，差点伤了助手；第89天，他展示了一段知识：病毒的源头在西南，10年。最后几页，字迹有时候工整，有时候会狂乱。如果我彻底失控，杀了我。如果可以从我的遗体中找到治愈的办法，这是我最后的课题。他在寻找什么地方？时间。刘光明不是唯一，还有更多的免疫者，找到他们。不要相信，不要相信。陈峰，对不起，还有谢谢。我合上笔记本，手在颤抖。燕教授含着泪主持了解剖，在李振国的大脑里发现了特殊的神经组织，这就是关键了。燕教授指着显微镜的图像。病毒改造了大脑结构，创造了 DI 意识。刘光明的抗体能抑制病毒复制，但不能逆转结构性变化，所以治愈根本不可能。不，李教授在笔记本里提出设想，抗体结合特殊的神经生长因子，重塑受损的神经通路。他还留下了实验数据，不完整，可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把李振国的笔记数据，还有对刘光明的研究结合起来。1个月后，实验性治疗药剂诞生了。我们用一名重度感染者做了实验，是一个自愿者。知道时日无多，家人都在灾难中丧生。让我做点贡献，如果成功了，我们人类就有希望了。注射后24小时，他恢复了正常，血液中的病毒载量下降了99%。72小时后，我想吃碗热汤面。病房里爆发出欢呼声。燕教授哭了，刘光明也醒了。他看着监控画面，小声地问我：“陈队长，你的那个……”他是个英雄。我淡淡的说道：“第一批试剂生产出来，数量有限，供给基地的高危感染者和一线战士。我带领特别行动队护送药剂，
前往各大基地。在磐石基地，李敏拉着我的手，陈上校，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围墙修好了，孩子们也开始上课了。你们放心，我们会好好活着。在西南沼泽的边缘，我们建立了站点，有计划地搜救幸存者。被困在雾中10年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回到总部，已经是另一个深秋，金黄树叶落地。刘光明在等我，他胖了，气色也好了很多。陈队长，燕教授说研究进入新阶段了，他需要我的骨髓样本培养更多抗体细胞。我同意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谢谢你。不用谢陈队长，以前我就是个普通的程序员，每天写代码改 bug， 盼着下班，盼着上班。末日来了，我以为这一切都完了，但我现在觉得我虽然倒霉，但是倒霉的又恰好，我的能力就是为了今天。走，严教授还在等你呢。本来以为研究出药剂，事情会变得顺利下去，可没想到的是，西南那边又有了新情况。我们建立的站点被浓雾给包围了，浓雾竟然会移动。看浓雾之前还在这条线，现在已经扩张了至少50公里。站点什么时候失联的？6个小时前最后一次通讯说白雾有活动迹象，信号断了，派了无人机，但进入白雾就失去了控制。就在这时，技术官突然喊道：“收到信号！”是站点的备用频段。屏幕闪烁了几下，有一个扭曲的画面传过来，一个满脸是血的士兵对着镜头。他们不是丧尸。画面戛然而止。他们怎么会有武器啊？老张难以置信。不对啊，丧尸不会使用武器，那就是异种，磐石基地的异种。林将军站起身，陈峰，你带着你的特别行动队去看看情况，把他们营救出来。最重要的是查明真相。林将军扶着我的肩，遇到无法应对的情况，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我抬眼看了一眼林将军，林将军脸色严肃，对我点了点头。好。2个小时后，特别行动队整装待发。我带了20人，包括全部的老队员和几名新补充的精英。装备也升级了，有重型装甲车、火焰喷射器，还有单兵火箭筒。刘光明跑来送行，递给我一个小包。我自己做的饼干，他不好意思地说道。虽然没黄油，但是加了蜂蜜，送给你。我接过饼干，对他说：“行，谢谢，好好待着，别乱跑。”我们行驶得很快，5天后就到达了西南雾区的边缘。这次的雾比上一次来时更多，之前的站点已经被浓雾吞没了。穿上防护设备，我下令。准备进入。我们穿着全套的防护设备，戴着防毒面具，每个人都绑着绳子，缓缓进入浓雾。浓雾和以往不同了，我虽然说不出哪里不同，但能感觉到了。队长，小雨声音颤抖，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白雾在变化。听到了，保持警惕。说话间，站点的轮廓在雾中浮现，站点被破坏了，墙上竟然有弹孔和爆炸痕迹。走进院子里，我们发现了尸体，都是前站点的留守人员，死状凄惨。他们是被偷袭了。阿凯蹲下身子检查后说道。突然，王猛大声喝道：“有东西！”这时，白雾中走出来几个人，他们手里握着刀，看到我们后停下了。其中一个张开了嘴，发出奇怪的声音。他们在说什么？我心里疑惑，同时已经举起了枪。小心！老张说道。话音未落，那些家伙们就动了。子弹打得更远。我大喊一声，一只怪物扑到小雨面前，他手中的刀朝着小雨劈来。小雨用步枪抵挡，金属枪身上被砍出星星的凹痕。阿凯反应迅速，一梭子子弹打在怪物头上，怪物跪倒在地。我趁机冲上前，军用匕首刺进了怪物的眼睛。怪物尖叫几声就不动了。战斗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干掉了不少这样的怪物，但是队伍里也有3人受伤了。撤退。我们一边开火一边后退。就在即将退出白雾时，白雾突然朝我们再次靠拢，切断了后路。他们能操控。白雾朝着我们压过来，我们围成一圈，枪口向外。这时，另一个怪物走了出来，但是他却是个人，穿着破旧的白大褂，戴着眼镜，除了脸色有点苍白，其余和人类没什么区别。你们好，我叫梁文。我举起枪，瞄准他。你是什么？人类，新的人类，我是丧尸病毒的完美造物。我们有智慧，获得了力量，还摆脱了肉体的限制。他张开双臂，看这些雾，就是我们的延伸，我们能控制它。你们现在就是待宰的羔羊。随着他话音刚落，他身后又出现了几个人，这些人都和梁文一样是新人类。我质问道：“你们杀了站点的人？”什么是杀？只是研究他们。我们得了解普通人类，他们的牺牲为我们的进化提供了数据。操，畜生！梁文抬起手。放下武器，我可以让你们以另一种形式活下去。进化无法避免，
加入我们吧。轰的一声，爆炸在我们和白雾中炸开，吹散了部分雾气。2辆装甲车冲了进来。队长，上车，走。装甲车掉头出手白雾，梁文他们没有追击。后视镜里，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消失了。退出西南基地，简单的给林将军做了个汇报。林将军脸色铁青。有组织的一种，能控制雾气，还有人类意识和思想。同样，燕教授也发现了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的细胞结构和李正国教授的变异方向一致、完美、稳定，这不是自然变异，是人为引导的进化。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有人在引导病毒进化的方向。刘光明也在视频对面。他们要我的血，是不是就是为了完成最后的一步？燕教授摸了摸刘光明的大脑袋。你的抗体能抑制病毒，你这样的特殊免疫者被他们捕获研究，他们可能会找到制造出保留异能又不受你克制的完美异种。消灭他们！他们现在还不成气候，赶紧消灭他们！挂断视频连线后，我们这伙小队在误区附近找了个山洞暂且休整。凌晨，燕教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他声音急切：“陈峰，出事了！”我心一紧，忙问道：“怎么了？”基地总部有一种入侵，林将军受伤了。临走时，他们还留下了一段录像。我心一慌，追问：“林将军伤得重不重？”林将军是基地的支柱，可以说是末日之后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如果他受伤或者出了事，那接下来就会大乱。一旦异种攻破了人类的心房，想要重新组织信心就太难了。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目前情况还好。刘光明也进去了，他在给林将军做治疗，不过情况很严峻。我让燕教授把视频录像发过来，没想到是梁文站在一个巨大的铁笼前，铁笼里面关押的是无数个可怜巴巴的普通人，他们被梁文锁在铁笼里，无助地看着视频。梁文则是站在镜头前。人类必须要与我们合作，否则就只有一个下场。说着，他的手下将笼子里面的普通人都拽了出来。这些普通人被架上台，全都注射进了一种液体，随后他们开始疯狂变成了异种。我看着愤怒无比。梁文在制造同类，他要把这个世界变成异种的世界。随后，梁文看着摄像头说道：“你们这些拒绝进化的人类终究会变成祭品。如果你们愿意交出刘光明，我可以释放一半的人质。”画面最后定格在一张地图上，标注着西南基地的具体位置和进入路线。老张站在我旁边，双拳紧握。这个混蛋明显是想让咱们落套。人质，这么多人，我们能不管？燕教授也在等我回话。我回想着脑海里方才看到的画面，那些人绝望的眼睛，就像磐石基地的那帮幸存者们。咱们只能去。老张还想说什么，却摇了摇头。不过，绝对不能按照他说的，咱们提前一天。他说走这条路线，我们就不走。他既然想用刘光明当诱饵，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我让燕教授利用总部的技术，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便开始部署接下来的行动。刘光明也被燕教授安排专人送到了我们暂且扎根的营地。这次刘光明是自愿的。我看着刘光明这个只想吃火锅的胖子，现在大变样。刘光明，你想好了吗？这次行动很危险，我不能保证你绝对安全。那么多人都等着我去救呢，我不能坐视不管啊！好，那咱们就出发。我也很好奇，西南基地这个被浓雾笼罩了多年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秘密？梁文，据总部调查的消息，他是个科学家，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还有他说的新世界到底是什么？西南地区时空异常，是不是也跟他们有关系？老张靠在我身边，看着我手里密密麻麻的文字问道：“咱们这次带上刘光明，万一……我们这次带他去很危险，他是重要的筹码，必须得保证刘光明不会进入基地核心区，在这里设置一个安全点。”我指着基地3公里的一处高地。刘光明和你一起待命，收到信号立刻撤离。那你呢？老张有些担心。我带着人进去，你负责保护刘光明的安全，记得一定要保护。陈峰，你这是命令。出发前夜，我做了最后的准备，带着20名精锐，5辆装甲车，携带着大量特种装备，按照计划开始上路。20名成员被分为3支小队，我带领的这支预先到达了位置。从高地望去，西南基地若隐若现，下面是庞大的地下设施，异种很多，有50来个。小雨用望远镜观察，他们从哪儿弄了这么多装备？各个基地搜索来的。基地有大量的热源在3个区域内，人质应该关在这儿。梁文的实验室呢？这里吧，这里热源少，温度也更高，估计有大型设备。午夜，我们3组开始行动。我带着小雨和阿凯先行潜入，换上了衣服。我们发现异种竟然还保留了人类的恶习。阿凯还低声说：“你看他们还在玩扑克牌，这可不是好兆头。”看着这帮异种们竟然会喝酒，还会打扑克，我皱了皱眉。看着这帮异种们竟然会喝酒，还会打扑克，我皱了皱眉。通过通风管道进入了基地的内部，爬了200米，终于找到了个通风口。下面的景象让大家都不寒而栗。这是一个手术室，里面每一个手术台上都绑着人，穿着白大褂的异种正在对他们进行改造，场面相当残忍。阿凯有些冲动，就在异种将手术刀对准普通人的胸口时，阿凯扣下了扳机。
子弹直接打穿了一整个手术刀，手术厅里瞬间大乱。与此同时，梁文也赶了过来，我们翻身通过通风口跳下去。阿凯一边给普通人解绑，一边朝着对方射击。梁文站在混乱中，笑容镇定。我就知道你会来，他拍了拍手，等你很久了。阿凯冲动地扑上去，你这个杂种，我现在就要你的命！白雾朝着我们袭来，吞没了周围的场景，所有通讯设备彻底失灵，枪声、爆炸声还有惨叫声此起彼伏。突然，一双手抓向我，我机敏地闪躲开。梁文从白雾中走出来，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血红色。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租客。现在房东要回来了，要把房子还给他们。就在这时，梁文突然对我笑了笑。新纪元要开始了。什么？我问他，你在说什么？他们是谁？种子，这些种子是在远古时期被宇宙投射在这儿的，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合适的宿主。现在他们被唤醒了。我看到梁文的身体有了变化，他一脸享受地抖着自己的胳膊。陈峰，这是进化，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们的身体已经和未来融合了。就在这时，老张带着另一伙人冲了进来，火箭炮在这里炸响。梁文表情扭曲，你们干什么？你们想破坏主人的归来吗？你们做梦！我看着梁文的样子，再一看，他身后若隐若现的光冲了过去，没有想到他背着手，在背后还握着一个光滑的像蛋一样的玩意儿，大概有脸盆那么大。这只盆大的蛋正在疯狂抖动，上面还有无数的烈火，而梁文正在用自己的鲜血供养它。老张朝着这里射击，我一声令下，所有小队的成员举起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朝着梁文的手射击。梁文叫着往后退，不，这是我的力量，这是我的新纪元，你们都不许动，谁都不能破坏。梁文声嘶力竭，梁文叫着往后退，不，这是我的力量，这是我的新纪元，你们都不许动，谁都不能破坏。梁文声嘶力竭，这更预示着我们确实做对了。我扑了上去，匕首扎进了那颗蛋的正中央，裂纹更深了几分。梁文另一只手攥着我的脖子。陈峰，你要破坏主，陈峰你休想，主人一定会来的。是吗？我冷笑一声，看来梁文这场计划也没有那么顺利。梁文的手变成了利爪，直接穿透了我的身躯。我看着胸口的大洞，手中的匕首更是紧了紧。队长，陈峰，不要！周遭的声音越来越模糊，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好像在流逝。梁文狰狞地盯着我。陈峰，你要为了这些无知的人类、可怜的虫子丢掉生命吗？我很看好你，主也很看好你。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和我一样成为主的大使，留在这里。让你的主人死了这条心吧，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要让他彻底被封印。老张还在犹豫什么？快点，拿火箭炮对着这里射击。老张犹豫着，他的枪筒对准了我，却不知该不该下手。几名队员盯着我，他们知道如果射击，我10有89就会牺牲，可我一点也不怕。手中的匕首更深了几分，我能感觉到这只蛋好像要碎了。就在这时，我手里的力气越来越小，我感觉到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老张嘶吼一声，陈峰，在我马上要跌落倒地的时候，一双手架住我的胳膊肘，将我扶了起来。我转头一看，是那个胖乎乎的刘光明。刘光明极尽全力，用他的治愈能力，正在治愈着我的伤口。陈队，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你还没请我吃火锅呢，求你了！我看着刘光明说：“快跑！”刘光明摇了摇头，他将身上的异能全部用在我身上。就在这时，蛋碎了，光亮暗淡，白雾散去。梁文尖叫着捧起了蛋，但很快就碎成了粉末，消失了。不，他身后的一种茫然地站着，他们的主消失了，他们变回了人类。梁文蜷缩在地上嘶吼着，老张举起枪又放下，说：“把他带走。”这才冲到我面前，我的伤口还在流血。老张含着泪把我背起来，快走！而刘光明紧紧跟随在我身后，他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的伤口。3个月后，基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仪式。燕教授基于梁文和刘光明的基因，研发了真正的逆转药剂，在各大基地分发，效果极其显著。一种彻底消失，西南基地的时空慢慢恢复了正常，站点重建，有计划地搜救最后的幸存者。磐石基地传来了消息，他们丰收了第一批粮食。我接到消息时，还躺在病床上。刘光明坐在我旁边，捧着小火锅，一脸幸福。陈队，嘿嘿，你没骗我，终于让我吃上火锅了。我笑了笑，摇摇头，我们还在，人类还在。